开如花落，见本来。如日升，如日落，只生死。若不爱，就别活，就别见。说了太多誓言，求了太多永远。现在，亦或是真正在我面前的今一个人会，不就是为了这样明的一见？脱下你的自尊，就能伤透我的眼。这世间有多美，我眼才不见，只流你的泪。实在被撕裂的音乐看不见，你在暧昧，不同的眼睛都像孤魂野鬼。这世间最邪恶的爱情叫做永远，这天前传说前，连年都别解。是超氏一族的英灵。是你们？意外吧？谢谢你，透明。不必，擅闯禁地，还望原谅。不，这是我朝氏一族英灵，只是失去了理智。
别开枪！终于等到你了。啊？是你吗？你回来了。不，不是你，你不会回来了。喂，你想干什么？快把同光的海螺还给我！哎，等等，这是你送我的礼物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说好，宵来天霜，琴声海波，一宵一期，永为和歌。圣魔来袭，西市与朝市竭力对抗。我，朝师圣女朝歌。我，西族大祭司西岐，愿以我们的一切守护西域湾的安宁。海之女神，击碎这黑暗吧！朝氏圣女，朝歌。胡说吧！这么重的魔气，怎么可能是圣女啊？她就是朝氏圣女。千年之前，朝氏圣女与西族大祭司西岐联手封印了圣魔。他们的牺牲，换来我们今日的安乐。这是一曲传唱千年的颂歌。不，不是这样。
大家起身了！西岐，各位游客，大家好！今天很高兴能够担当大家的导游，代表天域旅行社欢迎大家来到西屿湾的沉船景点。作为西族从洪大陆逃亡时的交通工具，沉船内的空间大得惊人。大家请跟紧我的脚步，不要在沉船内迷路哦。各位请到这边来。首先，我们看到的是西族特产红玉珊瑚。西族的有情人们通过赠送红玉珊瑚枝表达爱意。如果大家希望带回去做纪念品的话，可以在蛋蛋这里购买红玉珊瑚枝，只需998云币。西屿湾特产红玉珊瑚枝就能轻松带回家。大家慢慢来，不要急。西屿湾的行程我们慢慢来，大家可以尽情的买。现在自由活动15分钟，不过大家不要走远哈。15分钟后在这里集合哦。哎，那里不能站人啊！集合！下面休息一下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天域旅行社的重点旅游景点。我们刚刚在的位置是西屿湾。西屿湾居住着大量西族。当西族在海上逃亡时，船只在下大陆附近沉入了海中，就成为了我们脚下的沉船。西族人为了缅怀先祖，在沉船附近修建了祭坛，并栽种了成片的灿烂花海，于是就有了今天在西屿湾东面的兴荣花海。这里四季如春，鲜花盛开。西屿湾北面则是繁华的苏兰城。苏兰城和西屿湾都属于苏兰郡。苏兰人因为有西族的帮助，克服了海啸带来的威胁，与西族合力建成了这座下大陆最大的港口城市。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冒险家协会吗？冒险家协会的分部之一就驻扎在苏兰城港口，吸引着往来的冒险家们。苏兰城港口屹立着高大的黑地雕像，面朝大海，守护一方平安。紧邻苏兰郡的就是银川郡，麻烦请把画面往上切一点。黑帝曾在银川郡显现神迹，于是人们利用黑帝留下的力量，建造了黑帝祭坛，借此守护着下大陆东部海岸的宁静。玄水教祭司同名便是一位出色的守护者，而黑帝祭坛也是众多人气旅游景点之一。人们在此奉上祭品后向黑帝许愿，据说100%灵验哦。下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名为云垂帝国。前面说到的苏兰郡和银川郡，都是云垂帝国东面的一部分。麻烦再把镜头拉远一点。云垂帝国疆域广阔，除了苏兰郡和银川郡，位于帝国中心的帝都新蓟城气势辉煌，是云垂的政治、文化、商业、军事中心。离新蓟城最近的是独具田园风光的银陵郡。而在新蓟城东北方向，还有被崇山峻岭环抱的玉木郡。西北部是处于云垂帝国和北狼国交界的烟回郡，西南面则是人迹罕至的雾灰荒漠。在帝国中南部，还有神秘的新洛郡和遗留有古战场遗迹的神异郡，那可是天域旅行社的独家路线哦。各位游客，我们后续还会提出新游程豪华游、不规划旅游团、下大陆中部自由行等活动。
我想游览下大陆更多美景的话，请继续关注我们天域旅行社，让本导游带你们领略天域风光吧。西岐，你不要过去。圣魔封印不顾，西族永无安宁。朝氏的牺牲，你我的牺牲，就都将功亏一篑。不，不，不要哭，朝歌。这是我们的使命。所有的灵魂都将回到他们的归处，回到复经之域。朝歌，如果我有什么差池，你就离开这儿。以你的圣女之力，应该能够一闯。不，我会等你回来，我会一直等你回来。西岐，西岐，我竟已经等了1000年，而你在何处？大祭司现在究竟在何处？我感觉不到他的气息，他不在。啊？可是，这里的西族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重的魔气啊？这都是我们的错。
蛋蛋，是不是又是你乱跑捣乱？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你别乱跑惹事啊！是谁惊扰我千年的沉睡？好强的魔气！水幕莲华。天真，弱水千丈。仇灭，万劫囚牢。西族的祭司禁术，你是大祭司西岐？刚刚朝哥不是说西岐已经不在了吗？那这个人是谁啊？不管了，先打倒你再说。红莲业火弹。不好！住手！他已经入魔，不再是你们西族的大祭司。无论他是不是大祭司西岐，你若杀了他，我们都会被困在这里。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我们怎么忽然就到这里来了？这是海魂珠之内封印圣魔的地方。哎，你是谁啊？哎，你的武器看起来很厉害嘛。切，冰块脸很了不起啊！刚刚他用的是洛书，这个人难道是？不愧是让男人也心动的男子。哎，等等，这种人设崩坏的台词到底是哪个编剧写的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喂，这是谁啊？这个没礼貌的冰块脸是带资入组的吗？我严重抗议剧组给他这么多特写。抗议无效。会长，这个冰块脸混蛋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我出5毛钱打听。
连他是谁你都不知道，你是怎么出来混的？我有主角光环。这种跑龙套的帅哥，我呸！这种跑龙套的路人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你这么说就不怕打脸？算了，我就给你一些提示吧。大概是在4年前，高深莫测的悬疑少年渐渐成为了云锤坊间的话题，却鲜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。切，这有什么特别的？我还是行侠仗义的红衣少年呢。别打岔。不过好在他在冒险家协会接过不少任务，在冒险家名录上留下了记录。哎，让我看看。你看，这个悬疑少年到目前为止共领取任务666件，完成任务666件，入会时长3年零66天，任务完成率100%，至今在职。重新封印灵虚兽王，想不到这冰块脸还有点本事。他在灵虚一带重新封印了兽王，在那片土地上声名大噪，又因相貌出众，被不少云吹少女奉为梦中情人。不过他并不在乎那些虚名，封印兽王后就行色匆匆地离开了。据说他还曾在不归荒漠中一人执剑，怪物中保护了迷路的商队。也有人在繁华的苏兰城遇见过他，衣着不凡，谈吐高雅，将千金赠予苏兰桥下的乞丐。哎呀，好羡慕呀！不是羡慕那个乞丐，当然也不是羡慕那个冰块脸。本区模式可一直都是云锤少女的，反正我也是很受欢迎的。成为云锤少女们的梦想可没那么简单。这样吧，我这里有个本子，你帮我向他要个签名，我就告诉你他是谁。本子要签名？这种有损形象的事情我是拒绝的啊！别想太多，签名要到了，你不就知道他是谁了吗？啊，套路，这都是套路啊！想不到会长竟然喜欢小鲜肉，这个看脸的世界真是太堕落了。切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才是男主角，看我怎么收拾那些海妖！哼！你们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的！冰与火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我们下集见。不对，我下集也不会出现。这是朝歌的海螺。他身上的魔气被暂时控制了。
大祭司西岐。你是我的继承人。哼，他可是你们西族的世子。大祭司，我是玄水祭司童宁，来此追寻圣魔封印的真相。玄水祭司？哼！我会变成这样，全拜当年玄水祭司嬴所赐。大祭司1000年前已经为你们牺牲。牺牲？你玄水家竟然和我谈牺牲？要不是嬴，朝氏怎会尽折于此？我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大祭司，1000年已过，追责并无意义。但如今圣魔封印破坏，淡海命悬一线，西族与玄水教应当同仇敌忾。好一个同仇敌忾！当年，祭司嬴与我族约定，共同镇压圣魔。他承诺会将圣魔彻底消灭。最后一刻，他却反悔，只取圣魔肉身，留下圣魔精魂。我一定会回来，1000年之后，定让你们血染。为了封印圣魔，我进入海魂珠，发动了10之死境，将我们全部禁锢在最后那一刻时空之中。10之死境？不错，10之死境之中，无生无死，无始无终，一切生命都如同死灰。然而，10年前，圣魔的精魂挣脱了封印的禁锢。你是说，圣魔已经复苏？不，圣魔距离复苏还差一步。血统大哥，西族看起来还准备顽抗到底呢。哼，这世上的一切，在吴王归来之时，都将不堪一击。老大，小白赶紧跑，那老不死的来了！救命啊！老不死的来了！给我追！
别让这些魔物跑了！你们为何要袭击西域湾？哼，臭老鼠，都快死了还这么多废话！大哥，救我！族长，不好了！海上有一股妖异的飓风正在袭来。你们是圣魔的爪牙？你不算太愚昧，可惜迟了。赐予无主的痛苦，今日加倍奉还。众人听令，誓死保卫西域湾。是。 1000年了，我将自己锁在这不见天日的海魂珠内。然而，我发现，凭我的力量，竟然无法封印住圣魔的恶灵。什么？难道海魂珠也无法锁住恶灵？圣魔肉身虽毁，恶灵法力却是不亏反增。如果封印不善，将会前功尽弃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我族阴灵。 为什么这样对我们？我好恨，好恨！你怎么这样对我？好痛啊！我好难受啊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失去了潮汐之力。 潮汐之力，对，西族人体内的潮汐之力。潮汐之力是西族本源的力量，如果被吸取或吸收太多，就会魔化。难道？友情提示：本堂课信息量巨大，请各位同学做好笔记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天域大讲堂，我是你们的讲师小洛。这集我们登场了一位新人物，初代玄水祭司莹，而被云锤少年们视为神仙姐姐的童明，则是现任玄水祭司，大家不要搞混哦。小洛老师，请问玄水祭司是什么来历啊？ 玄水祭司是玄水教的最高职位，而这节课本讲师将为大家重点介绍玄水教的历史。大家请看我背后的地图，还记得我们在第4集大讲堂中提到的热门旅游景点黑地祭坛吗？黑地祭坛位于银川郡，玄水教就是在这里诞生的。哪位同学记得我们在第1集小剧场中提到的神力？哟，这位同学记性不错啊。 报告老师，我想上厕所。再重
满神力的天域世界中，有5位被下大陆子民所熟悉的次神，他们被合称为5帝，黑帝就是其中之一。大家请把课本《平海录》翻到第233页。第2段是重点。千年之前，银川郡的定海海域常年遭到海妖肆虐，民不聊生。相传某日，海妖又来袭击百姓，正巧一位美丽的女神踏海路过。不错，她就是黑帝。他见状，将手腕上的环链置于海中，不仅平息了海浪，还驱逐了海妖。黑帝离开前，慷慨地留下了自己的神器，神器上散发的黑帝神力镇守着海岸。银川的百姓们为了感谢女神，围绕着黑帝神器建造了黑帝祭坛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出现了一大批黑帝信徒。他们既守护着黑帝神器，也守卫着银川。黑帝祭坛建造完成后，很快就出现了一位天资过人的天才少女。她在黑帝祭坛祈祷时，获得黑帝神器的认可，在众多信徒中脱颖而出，获得了黑帝力量，掌握了控水之法。然后她制作了静默之杖，召唤出了曾经跟随黑帝的灵兽，以更强大的力量保护着银川。这一段就由玄水教的童明老师为大家介绍。让我们看一下蛋蛋从银川传回来的 VCR。是的，那个少女就是莹，她教导黑帝信徒参悟玄水法术。由于莹获得了黑帝的传承和认可，黑帝信徒们纷纷膜拜并奉她为祭司。在莹的号召下，黑帝信徒们组织在一起，建立了玄水教。只有被黑帝神器选中的人才能成为玄水祭司，继承黑帝神器上强大的黑帝力量。每年玄水教都会进行祈福仪式，由在任的玄水教祭司主持。不用谢，我也希望各位同学能更了解玄水教。感谢童明老师的讲解。同学们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小罗老师，我很好奇祈福仪式是怎样的。祈福仪式1年1次，虔诚的黑帝信徒们也会从下大陆各地赶来磕拜祈祷。等待玄水祭司的日常讲道结束后，请一尊黑帝神龛回家供奉。而玄水祭司会在祈福之前，先进行更衣沐浴，去除污秽。待完成净化后，便会身着祭司服，手执静默之杖，在祭坛上为苍生祈福。你们不要盯着黑板不做笔记呀！这节课是重点，考不出来，你们谁都别想当驱魔师。直入阴池玄境，乘风而归。当海潮之歌融进海水，当甲板上一地倒流着苏灰，当海螺被打碎，自由被赎回。拔剑相对，嗜血如飞，暗流涌回，说是或属非。静默仙境，青木睽睽，人来纯粹，似一世无悔。前路茫茫，无处可退，忽有皇后为徒者颜回。不过所谓，不入沉水，功成赎罪。